魏无羡平日里伶牙俐齿惯了，此刻舌头却变得格外笨拙。蓝曦臣依然笑意满面，鼓励道：“怎么了？”魏无羡重新措辞道：“他做的事，不夜天还有他受的罚，有没有人因为这些事说他的坏话？”魏无羡上辈子最后几年都是在谩骂声中度过，就连死到临头了，耳边仍然回荡着他人喊打喊杀和拍手称快的声音。到后来，他已经习以为常，彻底麻木了。可若是有人那样对待蓝忘机，拿这些事去戳他的脊梁骨，而这一切还是因为自己，魏无羡不敢再想下去。不夜天之事，族内替他掩了下来。后来他重伤难行，也只是对外声称他在闭关修炼，只是偶尔还是能听见些闲言碎语，但忘机向来不予理会。魏无羡感到些许慰藉，松了口气。也是，一群无名鼠辈，想来也入不了他的眼。蓝曦臣又道：“不过他却接受不了世人对你的诋毁。”魏无羡一愕，继而抬起眼，恍然道：“所以他主动包揽独秀岭一案，不光是为了要还莫玄羽一个清白，也是为了我。”蓝曦臣长吸一口气，徐徐道来：“这些年，世人对你泼脏水无数，编排罪名无数。忘机他虽是一言九鼎，却生来是个不善辞令、不懂权术之人。他能做的就是身体力行，查清真相。只不过，往往等到真相大白之时，那些对你的诽谤和污蔑，早已经传遍大江南北，覆水难收了。他面对众口铄金，也是寡不敌众，无力回天。不过，他还是一直坚持那样做。”魏无羡突然想到，如果这次他没有被献射，那莫玄羽也不过是蓝忘机救下的一个普通人。等到水落石出，他又会马不停蹄去救下一个，而世人或许根本不会知道真相，更不会知道蓝忘机是如何为了真相四处奔走。说不定很快又有新的话本问世，绘声绘色地讲述丧心病狂的夷陵老祖是如何以敌阴为媒，谋杀了5名无辜修士。当初蓝湛在金陵台为莫玄羽挺身而出时，是不是就是抱着这样一番孤勇而无望的心思？魏无羡让沉重的酸楚压得抬不起头，此时又听蓝曦臣道：“去年，忘机曾至潭州一个小镇夜猎，为当地镇民解决过一起走失案。”魏无羡眸光一亮：“等等，这案子我听说过，据说是我干的，不过好像没听人说那群泛滥成灾的走失最后是谁收拾干净的。”忘机行事低调，从不邀功，默默做完事就走了，以至于人们都不知道当初平息走失的是谁。不过今年我们偶然路过潭州，那些镇民却都铭记着他的恩情，还在附近一座山上的风水宝地为他修了一座石像，时不时有人前去感恩拜谢。这次见忘机前来，又热情款待了他。魏无羡心中舒畅，欣慰道：“知恩图报，这些镇民一定都是很善良的人。”蓝曦臣闻言，眼神一暗，继续道：“镇民带我们参观完石像，又将我们一路送下山去。我们在半山腰又看见了一座石像，在石像前是一个池塘，脏兮兮的，还隐约散发着一股恶臭。镇民告诉我们，那池塘在当地俗称转运池，若是将自家发霉腐烂的东西都扔进那池塘，就能将一家人的霉运都转到池塘后那尊十恶不赦的瘟神身上去。池塘后那座石像是你。”忘机就亲眼看着，刚刚还慈眉善目，对他感激涕零的镇民，如今一窝蜂涌了过去，从包袱中掏出腐臭的鸡蛋和菜叶，往你的石像上砸，一边砸，嘴里还一边骂。那些话实在是不堪入耳，我也不忍再重复，但每一句忘机都听见了。可他什么都没说，行到山脚，向镇民道了声谢便走了。之后我也没听他谈起过这件事，只是后来我发现忘机开始烧香祈福了。他过去从不做这种事，可在那之后，每经过一个地方，他都会特意去当地的寺庙烧几炷香。至于那香是为谁烧的，他从不说，我也从不问，但我想我们应该都知道。魏无羡想起那日在咸阳香会上，蓝忘机走了一路，便烧了一路的香。他胸口发闷，喉咙干哑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蓝曦臣叹了一声，又道：“
我以前总是不想让他陷在这些事情里，一次次揭开伤疤，又一次次伤得更重，便劝他说：忘机，你这是何苦？你做了再多也改变不了什么的。但他只是回答我，最起码可以不让真凶逍遥法外，再去戕害更多无辜的人。蓝曦臣嘴角浮现出一抹笑容，目光温和地望向魏无羡。好在中式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若不是他在金陵台力排众议，保全了莫玄羽，也没法这么快就将你找回来了。沉默良久，魏无羡在开口时，声音仍有些发紧。他好像不相信我会愿意待在他身边。那魏公子可知他为何会那样想？魏无羡沉痛地点了点头。可是我这2天，他一直逼自己去回想不夜天的事，依稀记起了一些片段。刀光血雨，从天而降的一双肩膀，一个空荡荡的山洞，耳畔传来的低声呢喃。而前世各种零零碎碎的记忆，也接二连三地回来了。射日之争中，他与蓝忘机每一次的剑拔弩张，不欢而散。蓝忘机在他面前的每一次欲言又止，他对蓝忘机的每一次恶语相向。魏无羡想为自己辩驳，却发现无从辩驳。谁能相信一个曾经那样冷言拒绝他，对他甩尽脸色的人，自顾自死了5年后，忽然就对他情深似海，要跟他百年好合了？魏无羡不知该如何说服蓝曦臣，更是不知该如何说服蓝忘机，就连他自己都很难说清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蓝曦臣见魏无羡如此黯然神伤，终于歉然一笑：是我不好，不该提这件事的。这里还有几本乐谱，魏公子既已醒来，便与我一同翻阅吧。魏无羡拿起书册，翻了没一会儿，忽然又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刚才我在找书时，发现了一本西域医书，里面提到了一种罕见的修复术。我想，是不是能给蓝湛将背上的戒边痕消了，还有他胸口那烙印，就当是试试也好，总没有什么坏处。消了，便不曾受过了吗？魏无羡哑口无言。魏公子，若是他的伤永远也消不了了，你会因此打退堂鼓，不愿待在他身边了吗？魏无羡心急如焚道：当然不会，我喜欢他，很喜欢很喜欢，只要是他，不管怎样，我都喜欢。蓝曦臣见他3两句间就急红了脸，好容易才忍住笑意，温声道：魏公子别急，我并没有怀疑你的意思，只是既然如此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已经回来了，不是吗？这时蓝忘机的身影从层层书阁中浮现出来，见2人气氛有些许古怪，蓝忘机脚下步伐短暂的滞了一瞬，紧接着又大步走近，才道：找到了。只见他手中是一本泛黄的书册，深蓝色的书封上写着3个大字：乱破抄。乱破抄相传是一本东瀛秘曲集，其中收录的写曲附以伶俐弹奏，便能作害人之用。倘若有人心生歹念，特意经过一番润色打磨，将曲调神不知鬼不觉地糅合到另一首曲子里，便可如慢性毒药一般，杀人于无形之中。3人带着写曲集，沿着暗梯离开禁书室。魏无羡甫一站定，往藏书阁的窗楹看了一眼，自言自语道：原来天都亮了，怪不得我都有点饿了。话音一落，蓝忘机看向蓝曦臣，2人无声无息地对视了很久。魏无羡左看右看，着实摸不透这2兄弟在做什么。最后却是蓝曦臣先叹了口气：既然乐谱已经找到，不如我们就回韩氏说话吧。3人一步韩氏后，蓝忘机先行消失了一阵子。魏无羡坐在书案边无所事事，差点又要打起瞌睡来。这时蓝忘机终于现身了，双手端着一个石盘，上面放着2屉小巧的蒸笼和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粥。魏无羡两眼放光，睡意一扫而空，抄起筷子便霍开吃。他本想招呼着双臂一同来吃，可2人都站得笔直，一动不动。魏无羡一个人吃着独食，不免有点难为情，3下5除2给解决完了。擦干净嘴和手后，魏无羡言归正传道：其实现在已经很明朗了，
喜华一手清新弦音，掺入了乱破抄的旋律后，就成了一把杀人利器。而我从共情中听闻这段旋律，就如同是在案发现场捡到了一把沾着血的刀。如今刀已经在我们手上了，尚未明了的是这刀究竟是谁用过的，以及那上面的血是谁的。此言一出，久久无人发声，三人又陷入僵局。虽然并没有确凿证据，但想必大家的猜想一定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去了。魏无羡见蓝曦臣愁眉不展，知道他心情一定十分复杂。